一起来看精彩短剧速语信笺故事解说。长途车辆缓缓驶入终点站白金镇，车厢里的乘客陆续准备下车。热心的司机看着孤身一人的少女蒲雨，主动开口提出想要帮她搬运行李。蒲雨轻声婉拒了司机的好意，表示自己一个人可以处理。在下车之前，蒲雨的脑海中不断回想着母亲生前留给自己的叮嘱。母亲曾经告诉过蒲雨，若是将来走投无路，无处可去，就前往白丁镇南侧枫林巷8号寻找奶奶李素华。母亲叮嘱她，奶奶虽然只是父亲的养女，和蒲雨一家没有血缘关系，平日里也几乎没有往来，但心地十分善良，一定会在绝境中收留并帮助她。蒲雨心里清楚，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，她这辈子或许都不会踏入这座偏远的小镇，也不会有机会见到这位素未谋面的奶奶。此刻的她内心满是忐忑，不停在心里揣测，这位多年未曾联系的奶奶究竟会不会愿意收留走投无路的自己。蒲雨的父亲蒲志明得知女儿执意要去找那位许久不来往的奶奶，满心都是抵触与不满。他对着蒲雨连连抱怨，吐槽李素华是和自家800年没有往来、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，完全不理解女儿为何非要去找对方。此前，蒲志明因为一门心思盘算着用女儿的婚事换取彩礼，逼迫年仅17岁的蒲雨早早嫁人，为此安排蒲雨和一位陈老板的儿子见面。不愿妥协的蒲雨直接报警举报对方诱拐未成年人，彻底惹怒了父亲。家里的长辈连忙出声打圆场，让蒲志明好好和孩子沟通，不要过激吓到蒲雨，同时也劝说蒲雨多体谅父亲的难处，告知他家里即将新增3个孩子，家庭负担会越来越重。蒲雨十分清醒，明确表示父亲和后妈即将迎来的孩子是他们自己的责任，和自己没有半点关系。蒲志明看着油盐不进的女儿，满心无奈，反复强调自己是蒲雨的父亲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蒲雨好。他不断给蒲雨灌输读书无用的想法，声称如今很多高校毕业生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不如早早嫁人，安稳度日。年仅17岁的蒲雨坚决拒绝了父亲的安排，他态度坚定地表示自己还未成年，绝不结婚，一心只想继续读书求学。蒲志明被女儿的执拗彻底激怒，直言自己没有钱再供他读书，彻底掐断了蒲雨在家求学的可能。走投无路的蒲雨立刻提出自己可以去投奔镇上的奶奶，依靠镇上收费更低的高中继续读书。蒲志明依旧嗤之以鼻，再次嘲讽李素华和自家毫无关联，多年不曾联系，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在世。见父亲态度坚决，蒲雨不再退让，直接和父亲摊牌，要求父亲支付自己高3一整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。若是父亲不肯出钱，他就直接去父亲的工作单位闹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逼迫未成年女儿辍学换彩礼的行径，看他能否保住自己的工作。紧接着，蒲雨又转头看向一旁冷眼旁观的后妈何姨，直言何姨最疼爱自己在上机关幼儿园的小儿子，若是一家人执意逼他妥协，他就每天举着牌子守在弟弟的学校门口，让所有人都知晓弟弟的母亲逼迫继女嫁人换钱的真相，让弟弟在学校抬不起头。何姨被蒲雨的话震慑，满脸愤怒又无可奈何。蒲雨心境早已坦然，他深知家人早已打算将自己卖掉换取利益，自己早已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。蒲志明见女儿态度决绝，毫无退让之意，担心事情闹大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小儿子的名声，最终只能气急败坏的妥协，不耐烦的让蒲雨赶紧拿钱离开，去找那个他口中的老不死奶奶。蒲雨带着仅有的钱款独自前往白丁镇，初来乍到的他一时疏忽弄错了地址，误走到了派出所附近。此时派出所的李警官正好有事要找蒲志明，旁人连忙传话通知蒲志明回来配合调查，还表示若是拒不配合，就会按照正规程序处理。原本还满心怨气的蒲志明得知消息后，只能暂时作罢，心里却依旧记恨着蒲雨，暗自表示这件事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蒲雨发现自己找错地址后，立刻调整路线，按照母亲留给的准确地址，寻找白丁镇南侧枫林巷8号的枇杷树小院。一路上，蒲雨不断自嘲，吐槽自己连一扇院门都能找错，实在太过笨拙。几经辗转后，蒲雨终于找到了小院门口，他小心翼翼地上前询问院内的人，想要确认李素华奶奶是否住在这里，同时自我介绍，称自己名叫蒲雨，是林倩的女儿。院内的李素华听到来人是林倩的闺女，十分意外。她知道蒲雨一家人一直在城里生活，不明白小姑娘为何偏偏跑到偏远的小镇吃苦受罪，还误以为是蒲雨的父亲主动放她过来的。李素华看着突然登门的蒲雨，满心无奈，忍不住感慨家里的晚辈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，明明有安稳的城里日子可以过，偏偏要来乡下遭罪。蒲雨站在院门口，心里依旧忐忑不安，默默猜测这位素未谋面的奶奶到底会不会收留自己。李素华耳朵有些背，在听清蒲雨的来意后，终究还是心软，
让普宇进屋坐下吃饭。普宇连忙道谢，乖乖进屋落座。待普宇安定下来，李素华耐心询问他独自前来的缘由。普宇将父亲和后妈逼迫自己辍学嫁人换彩礼的遭遇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奶奶。李素华听完后十分诧异，不敢相信卜志明竟然狠心将亲生女儿随意送走。普宇告诉奶奶，自己是用鱼死网破的态度逼退家人的。他明确告知父母，若是不让自己读书，他就彻底撕破脸闹事。家人忌惮事情败露，这才被迫放他离开。随后，普宇提起母亲生前的嘱托，告诉奶奶，母亲一直说她心地善良，即便当年和父亲断绝关系有难言之隐，依旧在自己出生时悄悄做好绣着平安寓意的衣服留给自己。普宇满眼恳切地向奶奶表明，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继续读书，完成学业，考上大学。李素华看着眼前懂事又可怜的小姑娘，内心满是唏嘘，暂时应下了让她留下的想法。之后，普宇出门买橘子汽水，付款时却被店铺老板当场拦下。老板拿着普宇给出的钱款，反复查验，直言纸币的水纹模糊不清，是假币。老板十分气愤，怒斥普宇年纪轻轻不学好，竟然拿着假钱出来消费，欺骗旁人。经过仔细清点，老板发现普宇身上整整2000块钱，全部都是假币。这一刻，普宇才彻底明白，父亲和后妈根本就没有打算让他好好读书，给他假币，放他离开，从来都不是妥协，而是一心想让他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，最终只能乖乖回家，任由他们摆布。家人的绝情让普宇彻底心寒。店铺老板的怒骂声引来不少路人围观，有人认出了转学到镇上高中的普宇，议论着他开学第一天就闹出用假钱消费的风波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，准备上前追责的时候，同在镇上高中的严苏出言制止了众人，帮普宇解了围。脱离窘境后，普宇主动向严苏道谢，心里满是感激。严苏一眼就看出这些假钱是普宇家人刻意所为，直言这是父亲刻意坑害自己的女儿。他没有过多安慰，只是让普宇调整心态，回教室正常上课。普宇连忙跟上，想要向严苏多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却被严苏冷淡制止，让他不要尾随自己。傍晚回到奶奶家，李素华催促普宇赶紧洗手吃饭。察觉到孙女情绪低落，温柔询问她是不是在学校受人欺负了。满心委屈的普宇思索再三，开口向奶奶借钱，打算立刻返回市里。李素华十分疑惑，不明白孙女刚来小镇为何就要返程，误以为是自己做的饭菜不合口味，或是镇上的学校配不上她，赌气表示若是想走就彻底走，不要再回来。普宇连忙慌张解释，哭着拿出身上的假币，告诉奶奶这是父亲给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整整2000块全部都是假的。他满心不甘，自己也是卜志明的亲生女儿，想不通父亲为何如此狠心，不惜用假币坑害自己。他执意要回去当面质问父亲，讨要属于自己的学费。李素华看清假币的瞬间怒骂卜志明丧良心，不近人情，感慨虎毒尚不食子，对方却狠心坑害亲生女儿。他连忙安抚痛哭的普宇，让他不要为绝情的家人伤心落泪，告诉他为这样的人难过根本不值得。得知普宇想回市里对峙，李素华立刻出言劝阻。李素华告诉普宇，他的家人心狠手辣，若是他贸然回去，前脚刚踏进家门，后脚就会被他们控制，强行送去嫁人，彻底断送读书求学的后路，一辈子都会被拖累毁掉。普宇满心无助，坦言自己若是不回去讨要学费，就没有钱缴纳学费，根本没办法继续读书，参加高考。李素华看着无助倔强的孙女，让她先安心吃饭，告诉她天塌下来有长辈顶着，不用她一个小姑娘操心。饭后，李素华拿出自己积攒的1000多块钱，全部递给普宇，让他用大头的钱款缴纳学费，剩下的零钱当做当月的生活费。他明确告知普宇，这笔钱不是无偿赠与，等他将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需要连本带息一并归还。普宇拿着奶奶给的钱，满心温暖与感动，真诚向奶奶道谢。李素华看着落泪的普宇，告诉他不用谢自己，这份恩情要谢就谢他的母亲林倩。李素华缓缓说起往事。当年普宇的母亲嫁过来时，家里家境贫寒，拿不出像样的彩礼。他原本打算将家里唯一的缝纫机当做彩礼送给儿媳，却被善良的林倩婉拒。多年来，林倩一直十分体谅、善待孤身一人的李素华，默默帮扶照料他的生活。若是没有林倩的善待与帮扶，他根本熬不到现在，也没有多余的积蓄可以接济普宇。普宇听着奶奶的讲述，又哭又笑，心绪复杂。这是母亲离世之后，普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家的温暖。长久以来漂泊无依、满心孤寂的内心终于有了归宿。次日回到学校，课堂上老师发放试卷，组织同学们随堂做题。普宇看着身边的同学晨晨，
好奇询问严苏平日里是否一直是这般沉默寡言、独来独往的状态。陈晨向蒲宇讲述了严苏的身世遭遇，让他了解到严苏看似清冷孤僻的模样，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。严苏的父亲曾经家境优渥，是镇上有名的电器铺老板，后来生意落败，负债累累，变卖了所有资产抵债，唯独将家里的修理铺留在了妻子名下。变故发生后，严苏的母亲承受不住巨大的打击，精神崩溃，住进了医院。当年上门讨债的债主担心闹出人命，没有强行收走修理铺，这才为严苏母子留下了唯一的生计来源。严苏天资聪颖，物理、数学成绩尤为优异，次次考试都能拿下年级满分，是老师们眼中稳稳冲刺重点高校的优质苗子。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，偿还家里的债务，严苏早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，每日课余时间都要守在修理铺干活挣钱，没日没夜的操劳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专注学业，也因此经常上课迟到。课堂上，同学们都在埋头做题，有人不小心乱动了严苏的课桌，引发了严苏的不满。有同学解释，是因为严苏多日没来上课，积攒的试卷太多，自己只是帮忙整理。老师随即开始讲课，讲解电磁感应、棱次定律等复杂的物理知识点，晦涩难懂的专业内容搭配老师的方言授课，让基础薄弱的蒲宇完全听不懂，只能茫然发呆。不少同学都被方言授课催眠，昏昏欲睡。严苏更是直接趴在桌上睡觉。老师发现后，立刻出声训斥严苏，质问他是来上课还是来睡觉的，询问他试卷是否已经做完。严苏淡然回应自己已经完成了所有试卷。老师翻看后发现，严苏的试卷全部作答正确。即便如此，依旧严肃告诫他课堂之上不能随意睡觉。严苏直言老师的方言太过催眠，自己实在难以集中注意力。这番话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老师十分无奈，只能让严苏下课之后去办公室一趟。下课之后，老师回想课堂上的难题，暗自后悔没有趁着课间向成绩优异的严苏请教解题思路。当天晚上，蒲宇家中的台灯突然损坏，无法正常使用，严重影响写作业。奶奶查看后发现是台灯线路老化，灯头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，告知蒲宇家里没有备用电池核心零件，让他去旧街找严苏帮忙修理，还表示路程不远，10分钟就能走到。严苏的修理铺晚间也会营业。蒲宇随即独自前往旧街的修理铺，找到严苏帮忙修台灯。严苏检查后确认台灯故障问题，告知蒲宇可以维修，但没有匹配的全新零件，只能用旧零件替换修复，勉强能够正常使用即可。蒲宇对此毫无异议，只要台灯能正常照明就足够了。等待台灯修好的间隙，蒲宇再次从旁人的口中听闻了严苏的过往，众人纷纷惋惜，严苏年少时风光无限，成绩拔尖，是人人夸赞的天才少年，如今却被生活重担困住，只能放弃课余时间，辛苦经营修理铺维持生计。台灯修好后，蒲宇主动向严苏支付维修费，却被严苏直接拒绝。蒲宇坚持要付钱，认真向严苏解释，自己付费不是同情和施舍，严苏凭借自己的技术修好台灯，收取报酬是理所应当的，这是他辛苦付出应得的回报，自己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。见严苏依旧不肯收钱，蒲宇便提出交换条件，第二天主动为严苏带早餐，以此抵偿维修费。严苏当场拒绝了蒲宇的提议，态度冷淡的让他修好东西就赶紧回家，不要多做纠缠。但蒲宇早已暗自打定主意，第二天依旧会准时为严苏送去早餐。他觉得严苏不收钱是他的选择，自己送早餐是自己的心意，若是严苏不吃，损失的也是他自己。次日课堂上，老师当众宣布了一则重要通知，学校争取到了全国物理竞赛的参赛名额，全县10几所高中仅有3个参赛名额，只有取得校内前3名的成绩，才能前往市里参加专项培训。这场竞赛含金量极高，能够为高考加分，还能助力学生参与高校自主招生，对升学有着极大的帮助。老师鼓励有能力、有意愿的同学，下课之后前往办公室领取报名表报名。同学们听完通知后，纷纷议论起来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老师最想让物理成绩顶尖的严苏报名参赛，可严苏向来对竞赛毫无兴趣，过往老师多次劝说都被他拒绝。老师无奈之下，只能托付性格温和、和严苏有交集的蒲宇，让他帮忙劝说严苏报名参赛。放学后，蒲宇专程前往修理铺寻找严苏，却发现修理铺已经关门停业。蒲宇向附近的叔叔询问严苏的去向，对方告知他，严苏带着修好的电路板去移动网吧送货了，具体返程时间并不确定。蒲宇不愿就此放弃，让同行的同学先回家，自己打算去网吧找严苏，只说几句话就离开。同学担心网吧环境杂乱不安全，
执意要陪同朴宇一同前往。两人抵达网吧门口后，被工作人员拦下。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网吧，还误以为朴宇是来向严肃表白的女生，劝说他回去好好学习，不要耽误自己，打扰别人。就在朴宇被工作人员阻拦，难以解释的时候，严肃及时出现。同行的男生见状，连忙上前想要帮严肃赶走阻拦的工作人员，被严肃出声制止。严肃让所有人退后，单独带着朴宇走到一旁，询问他找自己的缘由。朴宇立刻将物理竞赛的事情告知严肃，转达了老师的意愿，劝说他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，告知他竞赛获奖对自主招生和高考升学都有极大的助力。朴宇还提起，听闻严肃高一的时候十分热爱物理，一直渴望参加物理竞赛。严肃态度坚决地直接拒绝，坦言自己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竞赛。他向朴宇坦诚了自己的现实困境，即便自己放下手头的维修工作，放弃每日的维修费收入，侥幸拿到了省赛资格，参赛所需的车费、住宿费、资料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这些参赛的开销足够他维修10几台设备，赚取更多收入。而这些收入是支撑他支付母亲住院费用、偿还外债的唯一来源。如今他身上背负着多笔外债，还款日期日渐临近，若是无法按时还款，只会招来麻烦，甚至会被人殴打。他根本不敢冒险浪费时间、金钱和精力在竞赛上。严肃深知朴宇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，便用最直白的方式解释，物理竞赛需要全身心投入，潜心钻研，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。可他的生活早已被还债、打工、照顾母亲的琐事填满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静下心刷题备考。他如今唯一的心愿就是脚踏实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，安稳立足，不让自己坠入深渊，也不拖累身边唯一的亲人。听完严肃的全部苦衷，朴宇满心愧疚，真诚向严肃道歉，坦言自己不该用自己安稳无忧的生活标准去衡量他饱经磨难的人生，不该随意劝说他做出取舍。严肃心态淡然，告诉朴宇，自己的人生是自己选择的，日子也是自己一步步熬出来的，不需要旁人泛滥的同情。廉价的怜悯是对他拼命生活、努力支撑人生的最大否定。朴宇的同学全程听完两人的对话，内心满是惋惜与心疼，感慨严肃曾经光芒万丈、前程可期，如今却被生活困住，活得太过辛苦可怜。朴宇却并不认同同学的说法，他告诉同学，严肃从不可怜，他只是活得辛苦而已。朴宇表示，众人可以为他的遭遇感到惋惜，为他的境遇感到遗憾，但绝对不能同情他。严肃一直在拼尽全力撑起破碎的家庭，咬牙对抗生活的苦难，独自扛起所有压力，坚韧又勇敢。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旁人廉价的同情。朴宇内心深知自己格外理解严肃的心境，因为他自己也有着相似的原生家庭经历。越是身处泥泞、命运不堪的人，越是会死死挺直自己的脊背，倔强守住自己的尊严，绝不接受旁人的怜悯与施舍。很快，学校迎来月考，不少同学考前满心焦虑，担心自己考砸后会被家长停掉零花钱。有同学询问新转来的朴宇的考场位置，朴宇坦言，因为自己是转学生，学校没有录入他的学籍考试记录，最终被分配到了全年级排名倒数的放牛班考场。即便身处学习氛围最差的考场，朴宇依旧心态平和，决定静下心认真考试。进入考场后，朴宇意外发现严肃也在同一个考场考试。考试正式开始，老师下发试卷，考场秩序井然。考试中途，有成绩较差的学生看到朴宇试卷作答完整，心生歪念，想要让朴宇传递答案，互帮互助，被朴宇无视。这名学生的无赖行径彻底惹怒了严肃，严肃当场出手，直接撕毁了对方的试卷。考场瞬间陷入混乱，所有人都被严肃的举动震惊，不敢相信一向沉默寡言的严肃会公然在考场闹事。被撕毁试卷的学生又气又急，立刻向老师告状，哭诉严肃故意损毁自己的试卷，扰乱考场秩序。老师当即责令严肃考试结束后前往教务处接受处理，同时安抚考场秩序，让所有学生回归座位，继续完成剩余的考试内容。整场月考风波暂时平息。